我爸是不良少年，我妈是顽劣太妹，他们未婚先孕有了我。他们对我并不关心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意识到不对劲，十分不对劲。我爸都小学6年级了，还没逃过一次课，他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我妈，你看我在他房间发现了什么？3好学生奖状。这脏东西，他竟然有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那天，他们破天荒带我一起出门，染发纹身网吧一条龙，是要让我改邪归正，步入正途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段飞看我背着书包往外走，叫住我：大清早你上哪儿去？学校。今儿礼拜6啊。快期末考了，我们学习小组自己组织的复习。宿醉后在沙发上睡了一夜的段飞揉揉眼睛，等等，你等等。他撑着胳膊坐起来，像不认识我一般上下打量我半晌，然后伸着脖子喊我妈：赖雪，赖雪，你快出来。赖雪通宵归来，脸上的浓妆还未卸去。他拉着拖鞋，骂骂咧咧走到客厅，喊什么喊？要死啊！你闺女！段飞指我，没学应上。赖雪揪着自己的假睫毛，没好气地对他说：管好你自己吧。然后转头冲我一抬下巴，愣着干嘛？忙你的去。半天的复习结束，我回到家，一进门发现他们俩竟然都在。往常我们3个同时在家的时间非常有限，我放学回来的点正是他们各自在外玩的高兴的时候，而我上学的时间又是他们补觉的时候。罕见的，3个人都清醒的在家里，这场面倒让我有点不自在了。尤其是我能明显感到他们2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，跟着我移动。我硬着头皮，目不斜视，走回房间，关了房门才松了口气。一转身，看见东西全都乱七八糟，显然被人动过。外面段飞难得的语调正经。我打电话问了，上午真在学校学习，真邪了门了。我倒是不奇怪他在学校，只是我以为他是奔别的去的。赖雪语气沮丧，顿了顿又说：可我把他屋子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找到情书之类的东西。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日记上全是暗恋的那男孩的名字。谁？哪个男孩？段飞问。你有病啊，这是重点吗？那重点是……啊对，没有情书。何止没有情书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你看这个。这时伴随着纸张翻动声，段飞声音颤抖：那玩意儿。赖雪叹了口气，奖状，不是劳动能手，也不是进步标兵，而是3好学生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那种3好学生。他竟然搞来这种脏东西，哎，可怎么办呀？一阵沉默。他走到今天这步，也有我们的责任。赖雪吸了吸鼻子，说道：咱俩的孩子能料到会叛逆，但怎么也没想到会叛逆成这样。我其实根本无心听他们念叨什么，完全沉醉的在房里踱步，细细欣赏被毁灭式搜查后的一片狼藉。这学期刚开学，我就刚听同桌甜心抱怨，他爸妈把他房间的门锁拆了，这样他们就能随时进屋看他在做什么，一点隐私也没有，气死了。他耷拉着嘴角，闷闷不乐了好久。我一边安慰，一边心生羡慕。他爸妈可真在乎他呀。我知道这话说出来一定会被他打，而且真换作是我可能也会苦恼。但那羡慕也是实打实的。
我的房间从来都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，他们俩甚至一步都没踏进来过。不管我在里面搞出什么动静，或者深夜还开着灯，他们都丝毫不在意。我尝试过故意房门大开，结果没2分钟段飞就过来把门给我关上了，嘴里还嘟囔，听见翻书声就烦。这回好了，也是让我享受到父母的关心了。我美滋滋地走出去，略带扭捏，你们翻我东西了？他俩对视一眼，段飞挠挠头，干咳2声，抬手指了指赖雪。啪，赖雪一掌拍在他手上。他出的主意。好啦，我说就别谦让了，下次注意别把活页搞乱，那个我分类好还没装进本子呢。赖雪忙摆手，没有下次，没有下次。别呀，我急了。那行吧，你也别管活页不活页了，随你翻还不成吗？他愣了愣，摸摸自己的额头，又摸摸我的。你笑啥？段飞看我咬着嘴唇憋笑的样子，吓了一跳。这就是母爱吧？我悠悠道。此言一出，赖雪的手像是被烫到般弹开，胡说啥呢？他转过身，深呼吸了2下，又转回来，去换衣服，一会儿出门。干嘛去？买菜吗？家里有，够我吃2天了。我盘算着，突然眼睛一亮，你们也要在家吃吗？那是得再买点，我想想要做什么啊。他们基本不在家吃饭，即便吃，也是在冰箱翻翻我的剩菜，随便对付2口。但由于我给自己做的东西都非常清淡，只保证3大营养素均衡，而不过多追求口味，所以不到饿得不行，他们也不愿吃我的。段飞听我说要做饭，条件反射的拒绝，你口味太刁钻了，我宁愿吃速食面也不。速食面没有营养，我打断他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不是要吃饭，他指我，又指向段飞，还有你，3分钟收拾好，今天出门任务艰巨，谁不配合可别怪我在外面翻脸。就这样，在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们一家3口一起出门逛街。我脚步轻快，决定下回写最难忘的一天时，一定要把今天这做梦般的场景好好写一遍。赖雪带着我们直奔一家理发店，他是这里的常客，老板远远望见就招呼他。阿雪，你不前2天刚染的吗？这么快就腻了？不是我，他把我往前推2步，给他染。老板好奇地打量着我，这孩子才多大，你别乱来，让人家常知道非找你麻烦。不用你管，给他挑个颜色。老板也不多话，俯身问我，小妹妹想染个什么样的？我摇摇头，听我妈字莫说出口，我及时刹住。赖雪不喜欢听我叫妈，我刚学说话那会儿，跟动画片学会叫妈妈，就去叫她，她拉着个脸。闭嘴，谁教你的？以后别这么叫。段飞倒是不介意我叫他爸爸，只是经常反应不过来。小时候我抱着5斤大米回家，正好碰见他在前面，喊了半天爸爸，他都跟没听见似的。直到我直呼大名，他才猛回过头，然后急急忙忙接过大米，埋怨道，给你点零花钱，怎么净买没用的？这都够买多少包速食面了。所以爸爸妈妈和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一样，在我的世界里都是使用率极低的词汇。我扫了变色板，回头征求赖雪的意见。赖雪指了指亮眼的橘红，嘟囔，这个是不是洋气点儿？老板大惊失色，会不会太叛逆了？就是要叛逆。赖雪斩钉截铁，转而看我，听我的，你这样土死了。我点头，他一怔，给段飞递了个眼神，似乎在说孺子可教。但我觉得还不够叛逆。我说，哦。赖雪低头看色板，那再挑染个银白。我在镜前坐下，深沉道，花里胡哨都是傻小孩喜欢的，
我瞧不上。我觉得我的心里已经很成熟了，我欣赏有深度的、暗黑的、不被理解的。这套科我可太熟了，那会儿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段飞啧啧称道，凑近赖雪说：“看吧，还是遗传了些好东西的。”赖雪把色板递过来，那你想选哪个？我说了，深不可测的，能代表我绝望和叛逆的颜色。半个小时后，我顶着被老板修剪过的黑发，清清爽爽迈出理发店。段飞和赖雪疑惑地盯着我的背影，边付账边问老板：“这叛逆吗？”老板挠挠头，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第二站，赖雪加大力度，带我们穿街走巷，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。墙上贴满了各种纹身图样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赖雪把我按在椅子上，对桌后的大叔说：“老冯，给你带来个新客人。”老冯抬眼瞧我，见怪不怪，问：“想纹个什么样的？”赖雪先是撸起自己的袖子，亮出手腕上的纹身，是一圈环形数字。当年这是我纹的第一个，我爸妈的忌日，没什么参考意义。他面膜表情，继续往上撸，露出了大臂上的纹身。我知道那是创新二字，我以前问过他，为什么是创新，他含糊表示反正是个好词呗。这会儿他说了实话，这是第二个，当时暗恋的男孩叫于心，所以我纹了个心字，后来他劈腿了，就改成这样了。我露出吃瓜的迷之微笑。段飞瞪我一眼，我赶紧收敛表情。可我也没暗恋的人啊，真是麻烦。他拍拍一旁的段飞，你第一次纹的是啥来着？段飞想了想，亮出大臂上的青龙。放屁，赖雪说，你纹他的时候咱俩都在一块儿了。那我忘了。他说，我记得。老冯摇头晃脑，就在他后腰上。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屁孩，说要纹万念俱灰，刚纹好第一个字就给疼跑了，钱都没给我。段飞脸臊红，第二回我给了。我想好了，最后还是我打破僵局，伸出胳膊，纹一句话吧。可以啊，胆子大。段飞竖起大拇哥。老冯准备着工具，问什么话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赖雪和段飞同时啊！老冯动作一读，看看我，放下了工具，颇为责备地对他们说：“还在好好上学的领来干吗？人家志向远大，别给带坏了。”赖雪捅捅我，换一个，别整大词，真情实感一点。我低头思索片刻，认真道：“真情实感，那就我爱爸爸和妈妈。”哎呀哎呀！我话音未落，赖雪就落荒而逃。段飞咧着嘴，摸了下冒起的鸡皮疙瘩，拉着我跟了出去。走在街上，赖雪没有看我，还是算了，你弄不好遗传那废物的基因，也纹一个字就跑，我丢不起那人。谁是废物？我纹青龙的时候可一声莫吭啊。赖雪白他一眼，你厉害，那现在去哪儿你想吧，我可没招了。那还不简单。段飞抬手指不远处，网吧，我的快乐老家。太好了，我蹦蹦跳跳向前。他们两个在后面欣慰地看着我，一点就通，也还不赖。开好了机子，我激动难掩，摸摸键盘，动动滑鼠。平时可是只有在学校上资讯课时才能用上电脑，一周只有一节，而且还总被班主任占用。可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给我开了3个小时，并且他们在我一左一右也给自己开了机子，这意味着我面对的这台电脑就是我一个人独享的。我简直被幸福砸晕了。他们隔着我讨论要让我从哪个游戏玩起，但一时半会儿没有达成一致。他们都觉得对方喜欢的那个不够好玩。你那玩意儿太幼稚，你看看，
都是小屁孩在玩，也就你个弱智混在里面。赖雪说，你啥也不懂，这是情怀，你玩的那才肤浅呢。他们吵了半天难分胜负，决定还是让我来选择。于是各自打开游戏，嘱咐我一旁观战，最后选一个觉得更有意思的。在这场荣辱之战中，他们拼尽全力，玩得酣畅淋漓。我只听得左右键盘滑鼠噼里啪啦，氛围十足。赢了，段飞一拍键盘，疼得站起，满脸得意，过瘾啊！赖雪轻蔑笑笑，摘下耳机，赢把游戏有什么难度？重要的是他喜欢哪个。啊对，段情，你觉得？段飞扭头看我，一时疑惑的忘了要问什么。赖雪也看过来，看看荧幕，又看看表情痴迷的我。你这是在玩什么东西？我停下正在打字的手，兴奋地指着荧幕左边部分 ，Word 呀，刚默写的课文，这个键盘比学校的好用，打字的速度都快了呢。我又指指右边，继续道，然后配合这个 PPT 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东西，你们看这个动画效果，太有意思了。他们沉默地看我，又演示了一会儿，然后绕过我交头接耳。哪儿有意思了？你看出来么？这是单机游戏。之后的2小时里，我们各玩各的，但是他们2个好像不怎么投入了，时不时往我这里看一眼。果然还是我选的最有意思。从网吧出来，我心满意足，但刚走2步，就觉得肚子隐隐作痛。我们快回家吧，我对赖雪说。她瞥了眼我捂着小腹的手，来了，快了，正好。我摸不着头脑，只见她对段飞耳语几句，然后带着我往家方向走去，我便也没有多问。然而他们在隔壁社区门口停下了脚步。段飞指着不远处的一家老式糕点店，对我说，看见门口架子上那些枣糕了吗？红糖大枣，你现在吃正好。我点点头，谢谢。谢啥？你去哪点？我以为是他想给我买，原来是要我自己买。也行，我刚翻兜掏出零花钱，他就一把夺走，语气也严厉起来，去偷偷拿一点。我一愣，偷偷拿点，不就是偷吗？赖雪帮腔道，还是要早学点一技之长。你们管这叫一技之长？我大为震惊，不干，我不要当小偷。他试着劝我，你可以不偷，但你不能没有偷的能力。歪理，我急得眼泛泪花。段飞望向远处，说，我俩那会儿跟你现在差不多大，就是不愿意干这个，差点饿死。有天他也是肚子疼，又饿又疼，脸煞白，我就偷了这家店。他家的枣糕总是摆在门口那个位置，老板还是个瘸子，所以我才第一次就得手。后来也在别处偷过，被抓，挨打，没办法，饿得不行了，又来这里偷。所以赖雪盯着我，这是求生的本事，等万不得已了，你不会饿死，饿死可是很惨的。我被这一唱一和唬住，只好迟疑地跟在他们身后，磨磨蹭蹭来到店门口。他们推我上前，我往里看了眼，是个老伯在看店，不过此刻他正在柜台后面打盹，是个好时机。我手刚抬起，就觉得有千钧重，我缩了回去，我不行。段飞赶忙捂住我的嘴，探头望了眼老板，对我说，看好，我就示范一回。他走到放有枣糕的货架正前方，一边佯装看另一边墙上的价目表，一边熟练地抓起2块枣糕，一扭身，用身体遮挡住，然后神情自若地走到一旁，把枣糕塞给赖雪。我站在店门口看完了全过程。他们靠着墙，一人揪下1块枣糕，美美吃着，然后努嘴示意我再偷1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向店里喊道，老伯。他们俩停住咀嚼，
瞪大眼睛惊慌看我。我继续，老伯，你这样还怎么做生意啊？店都要被人家偷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谁偷我东西了？老伯揉揉眼睛，起身一瘸一拐走近2步，停下来捶捶腿，探身望了眼，除了你也没别人啊。他们呀，我一指旁边，才发现那里早没了人影。段飞和赖雪在拐角后等了半天，吃完了枣糕，还迟迟不见我出现，觉得事情不对，才返回找我。看我果然被老伯堵在了柜台后面，段飞直冲进来，气急败坏：“你个老头，为男孩子干什么？”我抹了把脸，带着哭腔：“把钱给他吧，赎我出去，我想回家。”真是倒霉。段飞扔下几张零钱，又把我从柜台后薅出来，跑还不会吗？不够，我拽着他袖子，再给50，我还订了个蛋糕。赖雪从街对面赶过来时，段飞正在扫码付钱。他从段飞骂骂咧咧的转述中了解了情况，又低头看看嘴角还残留着枣糕渣子的我。你是说，这老头把段晴当贼扣下，然后给他吃了东西，段晴还从他这儿订了个蛋糕？赖雪问。段飞点头，就是这样。赖雪指着老伯，是你逼孩子买蛋糕是吧？年纪大心眼是不少啊，给点吃的拉拢孩子花钱，当我们傻呢？买你大爷蛋糕就不买。话音未落，支付宝到账50元。赖雪一拳捶到段飞胳膊上，你手咋这么快呢？我擦擦嘴，是我要买的。怎么可能？你从来不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，是不是老头忽悠你的？我快过生日了。我的声音很小，但赖雪好像被什么巨大的音量镇住般，一下子收住了火。段飞还在揉着胳膊跟纠缠老伯，你把钱退我，我刚才手快了。赖雪又捶他一下，行了，买就买了。说罢他转身走出店。段飞悻悻跟着，把怨气撒到我头上，这是闹的，好好的你喊那老头干嘛？不然这会儿都到家了。我就是奇怪，他为什么装睡？段飞都已经掀开门帘了，听到这话一读，装睡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拿枣糕的时候，他睁开眼看到了。他挑挑眉毛，大步走出去，有什么奇怪？怕挨揍，所以忍着。你以为我白混的？你看看我这体格，我这凶狠的表情，偷是给他面子，不然我直接抢他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可是我看看他流里流气的穿着和故作狰狞的脸，他说你小时候很瘦跟个小猴子似的。什么话这是？我小时候又不认识他。他还说你们俩就喜欢吃枣糕，所以不管店里怎么重新布置，枣糕总放在靠近门口的地方。段飞刹住脚步，回望一眼，胡说八道，那老头老糊涂了。不等我再说什么，他就快步追上赖雪，和我拉开了距离。天色转暗，这一天虽然有些小插曲，但总的来说还是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。一进家门，我直奔厨房，却被段飞拦了出来。别做难吃玩意儿了，今天咱吃这个。他打开放在墙角的泡沫箱，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螃蟹。哪儿来的？我咽着口水，蹲下来看。岳哥给的。岳哥就是段飞整日跟着的那个富二代，鞍前马后可以换来吃喝不说，有时候人家手指缝漏点，就够他花些日子了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工作。螃蟹蒸好端上桌，赖雪却心不在焉。他一沉默，段飞也不敢说话。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默默拆着螃蟹，吸着螃蟹腿，一时间饭桌上寂静一片。眼看着一顿饭快要吃完，赖雪才不经意似的开口：“你生日是元月几号来着？”就下周5。我放下螃蟹腿，一脸期待地看他：“你要给我过生日吗？”
他轻咳一声，你知道，咱家都不过生日。我当然知道。升初中以后，我和朋友们可能就不在一起了，所以我才想趁这个生日跟大家庆祝一次。我说，蛋糕钱可以从我的零花钱里扣。赖雪不置可否，又问，你有什么，就是生日愿望吗？有啊，我一点不客气。这回的家长会你能去吗？从来都没有去过，这次老师特意点名让我家长去。赖雪还没说话，段飞大咧咧道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反正他白天有的是时间。这是时间的事儿吗？赖雪瞪他。那你问人家生日愿望，问完了就不管了。你看我，知道做不到，就压根不提这茬。怎么你不是家长啊？这事儿就跟你没关系啊。我默默收拾完垃圾回到房间，外面的争吵声又持续了好久。我宁愿去工地上搬一天砖，也不会去什么家长会。段飞音量陡升，当众被羞辱，被笑话，恨不能钻进地缝里。我爸回家给我打的3天下不来床。那场面我经历过一次，20年了还能做噩梦梦到。我也宁愿连续直播48个小时，可是他都已经开这个口了。赖雪想了想，还老师点名让去，怕是他伪造奖状的事儿被发现了。真是不懂他怎么想的，想要什么不好，费劲搞那脏东西。当年班里拿奖状都是什么人啊？我问他们题目，他们把奖状甩到我脸上，我现在看到奖状都想哭。结果竟然他还搞来假的，他是多想成为坏人啊！那你别去了。段飞说。那你去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在帮你，你倒好，把我往火坑推。哎，赖雪抽抽鼻子，既然是我挑起来的事，那就我去吧。多难看的场面，老娘没经历过，几十个人欺负我一个的时候，我都咬牙挺过来了，还怕这个？他听了2条语音消息，然后跟段飞说，彩静叫我了，今儿周末多播2小时。段飞轻笑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还给我汇报上行程了。找死！伴随着段飞嗷一声的惨叫，赖雪出门了。没过多久，段飞也边跟哥们打电话边离开了。家中忽然特别安静，像炫着七彩光的肥皂泡突然爆掉，那种湿漉漉的安静。家长会当天，我作为班干部，和以往每次一样，会去学校帮忙。在校门口引导家长班级方向时，我看到赖雪一直在不远处徘徊，进2步退2步的。我走不开，向他挥手，他也没有看到。过了会儿，段飞疾驰而来，赖雪一脸诧异，看他跳下摩托。2人说了几句话，终于不再磨蹭，一起走了过来。我问段飞，你怎么来了？他目视前方，无暇他顾，摸了摸被2金发蜡造型出的莫西干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走进大门。赖雪在后面对我小声道，他说有男同档。我回到教室外面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坐在我靠窗的位置上了。我隔着窗对他们笑笑，他们回给我2个如出一辙的、僵硬的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班主任在讲台上回顾这个学期大家的表现，我知道他们一句也没听进去。2个人平时站默站相坐默坐相，此时都缩肩低头，双手紧攥，仿佛在等待审判。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期，所以我不得不借此机会对一些同学提出批评。班主任话锋一转，段飞和赖雪又缩了缩，我看到段飞耸立的发尖在瑟瑟发抖。班主任，有的同学偏科严重，有的同学太过粗心，以致成绩忽上忽下，还有同学沉迷小说游戏，成绩有明显退步。一会儿成绩单发下去，各种情况我都做了标注，家长们可以参考了解。他俩松了口气，窃窃私语，没有点名批评，太好了。
段晴是哪种情况啊？都在外面罚站了，肯定吊车尾呗。哎，咱俩的孩子也正常，一会儿别骂他啊。班主任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必须严肃提醒各位家长，要尤为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。虽然在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，但有其他学校爆出了校园霸凌的事件。希望家长们和我们一同跟孩子建立起信任，让他们遇到问题时可以放心向我们求助。那些被骚扰欺负的同学，有的甚至默默忍耐长达几年的时间，这承受了多少压力啊！还有的走投无路，只能选择为虎作伥，自此走上堕落之路。小时候获得的信赖与温暖，可以在往后的人生中随时拉他们一把。但如果缺失了这些，可能一生都再难填补。台下家长纷纷点头应和，鼓起掌来。只有段飞和赖雪愣怔着。段飞偶尔提起小时候都是挨打的故事，他在家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废物、垃圾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而赖雪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赖雪在他舅舅家生活了几年，寄人篱下，备受欺凌。当他舅舅准备卖掉赖雪父母留下的房子，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住的这套房子时，赖雪死活不让，所有亲戚都指责赖雪，还能让人家白养你啊？于是赖雪刚10岁就自己一人生活了，变卖家里的物件，捡拾废品，饥一顿饱一顿的活着。在他被班里那些好孩子孤立时，有个已经辍学的大姐头愿意带他玩，他便自然而然地跟着他们玩。尽管也被欺负，但有时候也会给他口吃的。爸妈，我小声叫他们。果然，他俩对这称呼完全不敏感，直到后排的家长拍了拍他们肩头，他们才回过神来。老师叫你们上去呢。啊！两人赶忙起身，然后手足无措地走上讲台。他们低着头，像被老师教训的学生。现班主任迟迟不发话，他们忍不住偷瞄。班主任只好疑惑着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，有请年级第一段情的家长分享教育经验。两人猛抬头，表情更为震惊。啊，经验！段飞挠挠头，但发型坚固，挠不太动。赖雪看场面尴尬，觉得自己义不容辞，便开口：“我来说吧。”但他只想好了这一句，下面该说什么是一个字也想不出来。台下众人目光灼灼，他谁也不敢看，于是看向我。说实话，我们哪有什么教育经验，段晴的成绩100%靠他自己，不，150%。因为我们有时候不仅帮不上忙，可能还打扰了他，拖累了他。我站到这儿真的不好意思，还是让他站上来吧。匆匆说完，他就要拉着段飞下来。班主任微笑着叫住了他们。非常谦虚的家长，虽然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，但在段晴同学的作文中、话语中，我对二位也有一些了解。不必妄自菲薄，你们给了他自由安全的土壤，这棵好苗子才能茁壮成长。我眼瞅着他俩脸越长越红。那么，段晴同学的这份奖状就由你们颁给他吧。我进入教室，走上讲台，候在一旁。他们从班主任手中接过奖状，细细端详，难以控制的小声赞叹：“真的奖状哎！我小时候经常梦到这段，可一次奖状也没拿过。哇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虽然不忍打断，但是不能不打断。可，那个是给我的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他们忙不迭把奖状给我，眼神还粘在上面。和进校门时那硬着头皮的样子不同，出校门时他们昂首阔步，简直飘飘然了。回家路上，他们一刻不带停地抛出问题：“不是，你的成绩怎么能这么好？平时在家都以为你是装的。对，看你演得挺带劲，不
不想戳穿你。你的脑瓜子到底遗传了谁？肯定是我吧，我原来是个天才。放屁，明明遗传我。话说你们老师怎么能那么好？没有对一个学生说难听话，同样都是老师。我那个，不想提了。对了，你可不要仗着成绩好就瞧不起别的同学啊，要是人家问你问题。你在说什么？段晴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他们问题很多，但好在不用费力回答，我只要在一旁笑就够了。生日当天，我从老伯那里取到生日蛋糕，得知店面已经转让了出去，从明天开始，这里就会换上新的老板。我把攒的零花钱塞给他，蛋糕已经付过钱了，付我爸爸妈妈以前欠你的。他一下笑起来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不叫欠。再说，我刚把店盘出去，有的是钱，比你们一家三口加起来都有钱哦，我可瞧不上这一点。我回家把这些话转告给他们。段飞撇撇嘴，那老头早该退休了，自不量力。就是糊里糊涂，腿脚又不好，挣那么多钱干嘛？不够他嘚瑟的。赖雪把蛋糕小心翼翼放进冰箱，转身又问我几点钟结束，我们8点回来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在家给我过生日啊？我惊讶。赖雪比我更惊讶。啊？我想我们一起啊。谁会想跟家长一起过生日？我见有的商量，笑着凑上去。我呀。他和段飞交换眼神，也默换明白，最后两人都将信将疑地看着我。可是那你的朋友就会看见我们了。对呀，他们早就想羡你们了。我们这样的，赖雪眉头紧皱，他们会笑话你的。我看人家家长一个个都像模像样，很正经的。段飞使劲点头，就是。小孩子心直口快，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来，万一孤立你呢？还是别了吧。我看着表，没有理会他们的碎碎念。果然，敲门声响起，两人一下跳了起来，满地打转，完了！小晴，同桌甜心一把把我抱住，生日快乐！我是第一个来的吗？是第一，你最积极了。我从他手中接过礼物放好，一转身还没来得及介绍，就见他已经站到了段飞和赖雪面前。叔叔阿姨，我是小晴的同桌，总听他说起你们，今天总算见到了。啊，你好。两个人拘谨地搓着手。很快，今天邀请的7、8个好朋友就都到场了。我忙着在厨房大展身手，招呼客人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段飞赖雪身上。我以前遇到过段飞和他那帮兄弟们在一起的场面，无论在哪儿都吵吵闹闹的，要是岳哥在，那更是横冲直撞，不把其他人看在眼里。而赖雪也是从来不在意他人眼光，有个时期，他唇钉舌钉打了好几个，路上有人指指点点，他都盯着人家指回去。可现在，他俩无助弱小可怜，被我的朋友们包围着。叔叔阿姨好酷啊！是啊，蓝色的头发，像仙女一样。小晴说你们从不催他写作业，也不管他看电视，是真的吗？太棒了吧！而且还从来不骂他，不念念叨叨说什么辛苦都是为了他。段飞听着听着，逐渐放松下来，乐颠颠地享受夸赞。赖雪就相对冷静点，见缝插针地补上句，作业还是要写的哦，电视也少看点啊你们。等我把菜都端上桌，朋友又是一波感叹。我也喜欢做东西吃，可是我妈不让我进厨房。我也是，他们总说什么煤气危险，菜刀危险，说我不小心会伤到自己，但小晴就可以。我笑笑，伸出手展示手指上的疤痕，你爸妈没说错，就是危险，你看看。你啊，粗心大意的，还是等长大点再学做饭吧。
甜心握着我的手指细看，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伤痕了，如今只剩下一条淡淡的白色。哎，叔叔阿姨心疼坏了吧？他说。段飞和赖雪惊讶地看着我的手，想靠近，想询问，又被大家架在那里，动弹不得。当然了，我替他们回答。饭桌上，我和朋友们聊学校的事情，不时笑作一团，气氛很快热烈起来。有的朋友发现和段飞玩同一款游戏，追着向他请教经验。他一点不推辞，慷慨地分享起经验来。直到发现赖雪瞪他，才敷衍地说上一句，还是要用功读书儿，偶尔玩玩得了。说完反应过来，立刻自嘲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而赖雪这边也莫闲着，她满满登登的化妆台引得一阵赞叹。她也大方，想让大家试试看。可刚把化妆刷递出去，又犹豫起来，这些东西对小孩子皮肤不好吧？明明她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化妆了，当时莫担心自己，现在倒顾虑起别人。最后她决定还是给把发饰拿来分享，不论长发短发，经她手艺打造，都能给人增色几分。没一会儿，大家就都挤在镜子前，嘻嘻哈哈闹个不停。赖雪更是笑得需要不时用手按住鱼尾纹的地方。我从未见她像今天这般笑过，她厚厚的妆容下常冷着脸，我还以为她脸上都没有皱纹。热热闹闹的一直到了快9点，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准备分别。忽然有个男同学看着赖雪说了句：“阿姨是网红吗？我看着好眼熟啊。”赖雪一愣，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。同学们见状也猜得一二，纷纷激动询问他的账号。我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有人出主意，拍照的话是不是能搜图搜出来？其他人还没反应，赖雪突然打掉了离他最近的甜心的手机。甜心惊叫一声，不知所措。我赶紧捡起手机，对着光检查一圈，还好，没有摔坏荧幕。我把手机给他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回去要是发现问题再跟我说。我半推半送的将大家都请出了门。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解，但在这低气压下，也没有人敢开口问什么。连最后的叔叔阿姨再见都说得又杂乱又小声。我没有手机，只知道赖雪晚上总是和那个叫彩静的朋友一起直播。至于直播什么，我并不了解。赖雪坐在沙发上发愣，那张脸又暗淡下去，仿佛从没有绽放过笑容。你今天还去吗？段飞问。赖雪抬眼，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，然后猛站起来，像是在对谁放狠话一样，说：去。当然去。我靠这个吃饭的我丢人吗？我怕什么？听着高跟鞋噔噔声在楼道里消失，我问段飞：你也要出去吗？我睡会儿，你12点叫我，月哥约了晚上在山上飙车。我应下，以前我听他说要去飙车，还会提醒注意安全。但后来知道，他所谓的飙车，其实是去给飙车的少爷们做后勤，趁没人的时候才能摸摸车，我也就放心了许多。段飞睡着后，我拿过他的手机，在他的关注里顺利找到了赖雪的账号。确切说，不是他一个人的，里面都是和彩静的双人视频，没什么有趣的内容，大都是配上流行的曲子，跳几下舞，或者干脆是画面抖动的随手拍，每条都只有零星的点赞。就这样的直播有人看吗？我从闪动的图示点进直播，还真有人看。直播的人气要旺很多，他们俩站在昏黄的路灯下，我辨认不出那僻静的小道是哪里。赖雪的妆容补过，比刚才要浓上许多。彩静站位靠前，看着手机，跟评论里熟悉的观众聊起来，赖雪则站在后面，望着路旁。
小雪心不在焉啊，今天哥给你刷礼物都抹个笑脸。一条评论让彩静夸张的陪笑，哪能啊哥，小雪总念叨，多亏哥哥照顾，哥哥人可好了。他回头招呼赖雪，快来，给哥笑笑。赖雪上前，扭动腰肢，用刻意挤压过的嗓音对镜头说，谢谢哥哥，哥哥再刷个礼物吗？我给你跳个舞。荧幕上礼物特效闪过，脱了跳。赖雪平静而熟练地脱掉毛绒外套，露出里面紧身的针织打底。正值深冬，夜里更是寒冷。短短一支舞跳完，她的脸上仍保持着笑容，但嘴唇已开始不自主地颤抖。再脱一件。我知道，里面还有件粉色吊带，加快进度。就爱看她冻得白里透红那样。评论里渐渐出现一些不堪入目的话语，他们都见怪不怪，应对自如。显然冲着赖雪来的人更多，彩静则更像是他的助理或是经纪人，帮他维持气氛，给他转达各位大哥的要求。平时他直播到凌晨，天亮才回家也是常事。他不愿多讲直播的事情，我也想当然的以为无非是坐在布置好的直播间里上个夜班。她漂亮又会打扮，有人愿意看也不奇怪。可现在我知道了，世界上这种漂亮程度的人太多，一无所长，只想用美貌换钱，往往还需要搭售尊严。不好意思各位，今天我们临时有事，提前下播，大家明天再来捧场啊。彩静低头捣鼓了震耳手机，突然这么说。赖雪舞动的手臂在空中顿住，疑惑地看向他。彩静没有多做解释，直接关闭了直播间。叫醒段飞，我问，你知道赖雪在哪儿直播吗？他迷迷糊糊搓了搓脸，知道啊。可能以为我被同学的话影响，他又说，你不要管那么多，他是大人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俩本就是糊里糊涂在一块儿，糊里糊涂有了你，没办法了，凑一起过到现在，各自顾好各自就行了。你不担心他吗？担心啥？要有哪个大哥愿意给他花钱，能真心对他，我敲锣打鼓送他走。不是，我还要再说，他已经接起电话，匆匆出门去了。这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。清晨醒来，家里静悄悄的。这其实是常态，但我今天没有心思做其他的，不断地给他们打电话。等到夜色再一次降临，电话才终于接通。那头传来赖雪恍惚的声音，喂，段晴，是莫林花钱了吗？在我床头抽屉。你在哪儿？跟你没关系。你在哪儿，妈？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段飞头上的纱布已经几乎将他的脸完全遮住了。他在医院躺了1个礼拜，出院时也依然虚弱，医生叮嘱要在卧床休息半个月。不过回到家，他的精神好了一些，话也多了起来，我才终于拼凑出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提前下播后，彩静没有其他事，只是拉着赖雪在路边聊天，说是商讨账号下一步的发展方向。赖雪信任他，也知道他更懂这行，要不是他带着，自己恐怕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就以此为生。所以即便疑问重重，也耐心陪着。直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出现，赖雪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。账号后台都是彩静在维护，他对赖雪说，别的工作我可以分担，但维护大哥是你必须要学会的。说罢扬长而去。大哥邀赖雪上车聊聊，他凭借本能的警惕拖延着，说夜色好，在外面聊也一样。这里僻静，几乎无人经过，大哥笑道，行，先浪漫浪漫，铺垫一下。而另一边，段飞正在给月哥呐喊助威，新赶到的小兄弟凑到他身边，说看见赖雪了。看见呗。段飞一开始并不在意，跟个男的，
花前月下，拉拉扯扯呢。伴着哥几个不怀好意的笑声，段飞仍一脸无所谓，随他去，我俩各玩各的。见逗他没趣，其他人很快转移了话题。飙车间隙，段飞装不经意地问那人，在哪儿看见的？他这会儿不直播呢吗？那人忙着给车换零件，随口道，直播啥呀？直播喊救命啊，搞笑。你说什么？他喊救命？情趣吗？这都不懂。那男的车挺好，我看见了，是个有钱的主。段飞呼哧带喘赶去，看到的是坐在路旁裹着被撕破的衣服，目光呆滞的赖雪，以及他身旁那条趴在地上喘着粗气的大黄狗。段飞有时买了火腿肠，还没来得及吃就不见了，他就知道又是赖雪拿去喂狗了。他说荒郊野外半夜在四处转的，一定是条流浪狗。还说那狗以前一定被人养过，不然怎么那么聪明，会做会打滚。他说冬天他该怎么过啊？又说这世界一直都残酷，命不好的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。他从没说过想要养他。当他看见段飞后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他受伤了，你救救他。他救了他，所以他要救他。段飞很快搞清了状况，但他没有动，就站在赖雪面前死死盯着他。你活该，你知道吗？段飞说，蠢死了，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你脑子里都装些什么？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？赖雪抱紧臂膀，没有说话。段飞声音大了起来，你要不愿意你就早说啊，孤男寡女大半夜在这儿，你想起来后悔了？还是说你这是欲拒还迎完脱了？这狗坏了你的好事？我操你大爷！赖雪猛然站起，不顾外套滑落，裂开的针织衫下，皮肤霎时被冷风吹得通红。他逼视他，你来看笑话是吧？是。我蠢？我不蠢我能跟你吗？我特么倒了8辈子大没遇上你，你简直狼心狗肺。我从山上一路跑下来，为了看你笑话。那你是来干嘛？那男的是谁？你告诉我，还能让他白欺负了，不得讹上一笔。滚！赖雪撕心裂肺大喊一句，然后一瘸一拐带着大黄狗离去。他不知道，在他带着狗看伤的时候，段飞从彩静那里问出了大哥身份。由于段飞失策，先打后问，到最后彩静已经鼻青脸肿，发声困难，他凑近听了几遍才确定了资讯。对方来头不小，段飞第一时间去找岳哥求助。不料岳哥懒洋洋听完，只说莫必要因为这种小事就闹得两边不愉快。不是最后也莫怎么样吗？人家说不定还被狗吓着了呢，算扯平得了。岳哥说。段飞不依，铁青着脸，低头站在一旁。岳哥看他眼，又说，这样，我答应你，要是下回真把你马子怎么着了，我们站里再去要说法也不迟。那就迟了。你啊，跟我这么久了，怎么还这么幼稚？女人嘛，大不了我陪你一个。岳哥态度明确，其他兄弟们自然也都统一了战线。段飞只好孤身一人前去，他也没少挨揍，我一拳下去也是很厉害的。这话段飞在病床上重复了好几次。我敷衍他，对，那当然。对方受伤是受伤，但一定比他轻很多，不然早来找麻烦了。赖雪一听见他那挽尊的话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你真是脑子不好，还以为自己是英雄呢。你就活该，人家弄死你跟玩似的，都躺这儿不能动了，还嘴硬呢。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呢。你下回机灵点，啥事没有。我算是发现了，他们的婚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多年，全靠平常接触少。现在一个在家养伤，一个在家照顾，
天天碰面，一不留神就能吵起来。观察了几天，我初步判断其原因在于，他们都不会好好说话。好好的话不会好好说，明明是关心，是担忧，是感激，说出来却全是火药味。于是我自告奋勇，帮他们好好说。见缝插针的，他意思你太冲动了，不顾自己安危，害他担心，害他难过。他意思他为了你可以奋不顾身，但你也要当心自己安全。在我的参与下，他们不再互呛，甚至都不敢轻易开口说话了。正好是寒假，本来理应由我担负起做病号餐的职责，结果赖雪把我挡在厨房外。我来吧，他已经够惨了，再吃你做的饭，我怕他挺不过去。他说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一开始还不服气，但端给段飞，看他越吃眼睛越放光那样，不得不承认他技高一筹。你也不做饭啊，手艺是什么时候练的？我在餐桌上也是狼吞虎咽。我小时候一个人住，我不做谁做呢？他笑笑，后来我用菜市场捡来的烂菜都可以做得很好吃。只不过再好吃都是一个人吃，就不想做了。他进卧室收吃完的碗盘，段飞小声道，你能多做几天饭吗？求你了。他的声音更小，以后都是我做，不过我是做给段晴的，至于你，看你表现。真的假的？他还是个小孩呢，他那手是要写字的，是要玩耍的，不能再受伤了。我觉得你好像……段飞歪着头，眼神温柔。闭嘴！段飞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，可以下床简单活动了。他拿着手机点来点去，忽然下定了决心，将包括月哥在内的那帮朋友的联系方式都删掉。这些天来，他们没有联系过他一次。他对赖雪说，我好的差不多了，你不用天天在家看着，忙你的去吧。赖雪握着扫帚的手一停，又继续扫起来。我忙什么去呢？段飞无言以对，狐朋狗友都散去之后，又轻松又迷茫。等伤好了，他又要去做什么呢？敲门声响起，三个人都愣住，互相看看。谁？段飞在门后问。你爹。哪儿跑来的崽子？段飞打开门。爸。爷爷。我站在赖雪身后，小心打着招呼。赖雪没吭声，拉着我回房间关上了门。在我出生那天，爷爷在医院与他们爆发激烈冲突，自此决裂，互不往来。悬巴巴的叫爸，真是莫心肝的。赖雪看着我疑惑的脸，简单解释道，你刚出生，那老头就说就怕是女孩，所以已经找好买家了，要抱走你。我们硬拦下来的，我刀口都闹裂开了。以后你见他就躲远点。我知道他们的圈子里也有怀了孩子生下来的，但大都甩给父母，不闻不问。像他们这样非要留在身边的，少之又少。我趴在门上偷听外面的对话。你弟的二闺女出生了，我们老段家是造了什么孽儿？哎，这是啥？我费老大劲找名医开的方子，你们先用，等你弟媳缓2月也用上。到明年我一口气抱俩孙子，也扬眉吐气一回。哦，我用不着了。段飞说。啊，不会已经怀上小子了？你咋不说一声呢？赖雪生孩子那次，我就在医院结扎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结扎了？你……段飞语气淡淡的，我们那时候太小，啥也不懂，也没人告诉。你知道他生之前硬生生疼了10几个小时吗？我在旁边看傻了，吓傻了，我以为怀孕时候他受的那些苦已经够多了，怎么到生还要受这么大的折磨？明明是我们2个人犯傻，但后果全是他一个人承担。他还那么年轻啊，
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。是他让你去做的吗？别拦我，你看我不打死那个祸害。他根本不知道这事，我那磨个小手术，抽空就做好了，都没耽误给他送饭。糊涂，你真是要气死我。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，因为耳边全是赖雪抽泣的声音。等听到传来巨大的一声关门声，我们才出去。段飞看着赖雪的脸，笑嘻嘻，怎么？看他一眼就给你气哭了？放心，以后不会再现着了。赖雪扑上去，紧紧地抱着他。段飞身体僵住，睁大眼睛看着我，想寻求答案，但很快他垂下了眼睛，更加用力地回抱他。随着新学期开学，我们一家筹备了大半个月的早餐摊也正式营业。卖早餐需要凌晨就起床，好在这对于他俩这常年作息颠倒的人来说不在话下。赖雪的极佳手艺这一次带给他的不再是落寞，而是兴隆的生意。每天早晨，我坐在热气腾腾的小摊子前，边吃早饭边看他们愈发默契的忙活，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一天，我无意瞥见有个低年级的小孩趁赖雪转身时，从笼屉上抓走个包子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段飞已经上前一把揪住了小孩。我赶紧过去，那孩子面黄肌瘦，看着也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偷拿包子是吧？段飞恶狠狠道。小孩摊开手，我错了，不敢了。吃包子可以，算赊你的，但要拿奖状来抵，那个3好学生的奖状，不然看我找你老师去。小孩握着包子，使劲点头，跑开几步后，回头看了眼，又点了点头。别那么凶，吓着孩子了。赖雪从身后给段飞解开围裙，你去菜场把订好的菜搬回来吧。段飞蹬着3轮去运菜，没一会儿就回来，却不见菜。他停下，对赖雪喊了句报警，阳光社区抓小偷，然后一猫腰，使劲往旁边社区蹬去。远警赶到的时候，段飞已经从小区跑出，狂追2公里，扑倒了那2个小偷。段飞说，他去拿菜路上，等红灯时，旁边正是以前一起玩过的2兄弟，不想让他们认出，没有打招呼。结果听到他们要去行窃，说什么都裁好了，那老头前一阵刚把店盘出去，过了年孩子们又孝敬了点，现金都在家里。绿灯一亮，他又继续往前骑了一段，才下定决心不能袖手旁观，于是掉头追来。那2人也认出他来，对远警说，远警同志，我们都是同伙，他贼喊捉贼呢。行窃时家中有人，只不过腿脚不便未及阻拦，但还是看到了背影。远警叫来老伯指认，老伯只看一眼，便指着段飞说，不是他，他是好孩子。2窃贼被带走，经查，春节期间他们已在附近行窃多起。听闻段飞抓小偷的事迹后，周围社区里光顾早餐摊的居民更多了。一些老邻居们在段飞赖雪忙不过来时，还主动帮忙，仿佛是自家生意。渐渐，大家都成了朋友。我小学毕业的暑假，爸爸妈妈经过努力，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面。在我的提议下，他们补办了一场婚礼。我帮赖雪整理好婚纱，阳光下，她漂亮极了。我忽然想起来问妈妈，我出生时也是这么一个大晴天吧？不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是在雪天出生的。她抚摸着我的头，但我想让你有晴天。婚礼上，我牵着我们家的新成员大黄一起当花童，给他们送上戒指。妈妈在台上致辞，我们当年没有办婚礼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人真心祝福我的人，我也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。但人生好奇怪啊，现在的我竟然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爱着。我要感谢我的女儿，
以前我觉得自己肩负不了什么责任，还一直很抗拒这个称呼。但我的女儿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儿。她有些哽咽。她比我聪明，会懂我想说什么。感谢段飞，我们很小就在一起，一度觉得是不得已，但现在我确定，我们相爱着。感谢大家，我们可能相识的时间并不长，但你们让我体会到了被真心相待是什么滋味。谢谢。掌声过后，段飞接过话筒，又紧张又激动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他想了想，忽然转过身，撩起衬衫，露出腰背。全场震惊，不知他要干嘛。那年我要在这里纹万念俱灰，刚纹好万字我就受不了疼，跑了。台下哈哈大笑。前2天我去把这个纹身纹好了，是我对现在生活的感受，也作为送给大家的祝福吧。众人定睛一瞧，端端正正的4个大字：万事如意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